準備將來申請英國大學嘅學生值得注意啦，因為今集嘅內容將會影響你哋掌握重要嘅部署策略。Hello， 大家好，我係 Coach， 今集嘅題目係英國大學招生個人陳述大革新。Coach 將會對比新舊兩個唔同制度嘅要求，最後亦都會討論三類學生佢哋受到唔同嘅影響。如果你仲未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嘅話，請你即按訂閱，並且撳埋下邊嘅鐘仔，令你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哋有新片出嘅信息。更加希望大家可以留言讚好，支持呢個頻道嘅持續增長，多謝你。留意呢一項嘅更新呢，將會影響明年2025年9月之後報讀2026年入學嘅學生。即係話，如果而家正在準備出年2025年入學嘅呢，你哋將會係最後一屆用呢個舊嘅制度啦。呢個更新呢，主要係針對呢個 personal statement， 又稱為入學論文 admission essay。原本呢係一篇過嘅論文，字源限制 character 係4000 character 呢，即係每一粒嘅字母同埋每一個標點符號同埋空格都會計算在內嘅。更新咗之後就將會變成3條比較短嘅問題，而係根據你自己選擇長短，總之你3條加埋嘅總和呢，依然係4000個 characters 就得啦。大家可能唔知我講乜嘢，咁啊繼續睇落去，我再解釋俾你哋聽。原來嘅要求呢係一條論文一篇過啫，4000個字元 characters 相等於650至到700字左右。更新之後將會變成3條較短嘅問題，長度總共加埋都係4000個 characters， 即係話將650至700字左右呢分為3條題目。換句話講，每一條短題目呢係大約200至230個字左右啦。個別題目嘅答案長短係冇硬性規定嘅，只需要3條嘅答案總和唔超過4000個 characters 就可以㗎啦。咁等我哋睇一睇每一條題目嘅內容啊。第一條問題 ，Why do you want to study this course or subject？ 點解你想讀呢一個課程或者科目啊？咁即係話學習動機嘅題目。第二題 ，How have your qualifications and studies help you to prepare for this course or subject？ 你嘅資格或者學習點樣幫助你準備呢一科或者呢一個課程呢？呢個係有關於選科同埋學習準備題啦。第三條 ，What else have you done to prepare outside of education and why are these experiences helpful？除咗正規上堂之外，你仲做咗啲咩嘅準備呢？呢個就即係課外活動同埋成就題啦。咁樣嘅大改動呢，一定有一個好確實同埋一個迫切嘅燃眉之急嘅。2024年英國大學面臨前所未有嘅國際學生減少。2024年度1至7月嘅數據呢，係較2023年度係縮減咗16% 嘅。2024同期呢，即係呢個7月份嘅呢，係減少咗28% 嘅。點解會咁樣呢？我哋睇一睇呢個英國 Home Office 嘅每個月嘅學生簽證人數統計，綠色嗰條線呢，我哋睇到有2個高峰，就係每年暑假期間學生嘅簽證呢，高峰申請人數達到約莫145000左右啦。呢2個數字喺2022同埋23年呢幾乎一樣嘅，但係2024年呢嘅7月呢就跌到大概72000左右，得返差唔多一半。原因有幾個嘅，第一呢，就係2024年1月實施咗新嘅家屬禁令效應，除咗研究課程同埋政府資助獎學金嘅課程之外呢，國際學生唔能夠再帶家屬入境居留啦，所以2024年上半年度呢，國際學生家屬方面嘅申請人數呢係跌咗81% 嘅。效果就係引發大學為急劇下降要做好準備啦。有一啲大學預計海外入學人數呢將會下降超過50%，尤其係1年制嘅研究生課程特別受影響，因為可能呢一啲呢年紀比較大啲嘅佢哋有家屬會係一齊入境嘅。
自2017年嚟咧，英國國內學生學費一直保持喺9250磅，即係大約11,925蚊美金左右啦。並且喺過去12年中咧，僅係增長咗250磅嘅啫。通貨膨脹率咧同期達到11% 嘅最高峰。大學收入咧實際價值咧就唔係9000幾英鎊，計埋通脹咧大概係6000英鎊左右啫。所以佢哋係嚴重依賴國際學生，即係可以收到學生咧已經收盡啦。咁大學財務壓力報告顯示咧，40% 嘅英國大學今年可能會面臨預算赤字。頭先講過啦，之前因為英國本地學費咧係凍結咗多年啦，咁所以咧其實依賴國際學生嘅收生，佢哋收得就收噶啦。但係而家要進一步降低收生嘅門檻，就好似個政府陷入財赤啦，又唔可以加稅，於是唯有擴闊稅基。新嘅制度唔同嘅地方就係大幅縮短入學文章，着重於動機準備同埋個人情況，咁係以內容為導向，盡量減少差異化，即係話人人都識得答。咁大嘅改動一定有影響，而且對唔同學術能力嘅學生咧，佢哋嘅影響都係會有差異噶。對於最頂級優秀學生，例如一啲報讀 Oxbridge 嘅學生，即係 Oxford 同埋 Cambridge， 其實佢哋都有自己額外收生要求嘅提交嘅附加問卷，亦都有時需要提交寫作嘅文本，更加着重面試。所以改動區幾百個字呢啲短題目呢，對於佢哋嘅入學甄選程序同埋要求呢，基本上係參天拱地啦。所以對於最優秀頂層學生呢，呢一個新嘅改動完全冇影響㗎。對於最低水平所謂墊底或者低於平均嘅一啲報讀者呢，今次嘅改動可謂佢哋係最大嘅得益啦。因為提高咗一個可以話係冇障礙性，尤其是對於 ESL 英語作為第二語言嘅申請者，呢啲英文嘅寫作水平呢係斷崖式嘅降低。第二，減少寫作嘅複雜性，令到佢哋減輕寫作嘅壓力。第三，透過於專注內容而唔係風格或者深度嘅思考表達等等呢，係簡化咗佢哋寫作嘅形式。總括嚟講呢，係針對英語能力較低嘅申請者而作出舒緩嘅，即係話減低門檻啦。老實講，即使 ESL 如果唔能夠寫一篇600字嘅入學文章，點能夠應付幾年嘅大學課程呢？不過而家英國就係好多學校需要掙扎求存，為咗吸引學生，過往收得就收，以後呢唔收得嘅都要收。至於對大部分雖然並非尖子，但係絕對係有競爭力嘅學生呢，今次嘅改動將佢哋變為輸家。原因係呢啲學生具備寫作能力，所以佢哋從來喺入學文章呢個環節呢，都係可以靠個人嘅寫作同埋思考實力，爭取考入更加優秀嘅大學㗎。短篇問答差異化嘅空間呢係縮小咗，對於申請人能夠展示獨特性呢係更加變為挑戰化，因為個篇幅係短啊嘛。另外，啲結構化嘅問題呢係限制咗創造力同埋個人敘事嘅空間，而呢個呢以前正係脫穎而出嘅關鍵方式嚟嘅。好多時候都強調要營造一個公平競爭嘅環境 （level playing field），呢個亦可謂近年左膠風氣咧常用嘅門面說話。新嘅 UCAS 格式代表住英語能力較低嘅學生有好大嘅得益，最頂尖嘅學生唔會受影響，因為佢哋報讀嘅大學咧會有更高更精密嘅篩選門檻。今次嘅改革係減少咗有競爭力嘅學生，佢哋可以透過寫作脫穎而出嘅機會，佢哋正正係為呢個改革付出咗代價㗎。大學因為經濟壓力，唯有將過去唔能夠取錄嘅學生，亦都盡量吞併。結果因為收生門檻降低，最慘就係嗰啲教授將來喺課堂上邊呢，限制咗佢哋去教授學術嘅程度，一定要降低去就一啲普羅大眾。亦都受苦嘅呢係原本有能力去接收更深入更高級程度學術訓練嘅一啲中等或者中上能力嘅學生，學術水平於是就落入呢個下水道啦，即係話 down the drain。Coach 作為教授亦都親身經歷過呢啲現象嘅。
喺中學經過 JUPAS 收返嚟本科學生呢，好多時候佢哋嘅程度呢係比授課型 Taught Master 嘅水平更高，變成我喺碩士課程之中呢可以教授到嘅課程同埋進度呢，都係要調低過本科 Undergrad 嗰啲學生㗎。呢個亦都係我所講過嘅要錢唔要人嘅後果。然而，在一個大學教咗20年以上嘅教授嚟講，我清楚自己嘅責任並非只係為成績優秀嘅學生而服務，因為每一個坐喺班房裏邊嘅學生都有相同嘅學習權利。眼見好多學術條件最弱嘅學生，只要佢哋有好高嘅求知欲同埋喺學習方面嘅動力，去到學期尾嘅時候，往往能夠爬到成為中上能力嘅成績。咁樣豈不是履行咗教育嘅成果嗎？雖然呢項變革係善意嘅，佢有利於擴大參與範圍，但係佢的確為一部分依靠寫作技巧同埋獨特經驗脫穎而出嘅學生帶嚟咗啲新嘅挑戰。因為喺更短嘅篇幅之內呢，嗰啲答案好容易都變為大同小異、平庸同埋刻板化。要喺答案裏邊能夠發揮令人深刻但係簡潔又短嘅文章呢，更加講求寫作同埋思考嘅功力。所以對於中上能力嘅學生，競爭更趨激烈，壓力只會增加。唔知道各位將會報讀英國大學嘅學生，你係咩類型嘅學術能力呢？你又將會點樣去應付降低英文要求嘅短篇寫作呢？事實上，好多時候越係簡單嘅題目，越難取得突出成績。唔知你同唔同意呢？歡迎喺下邊發表你嘅睇法啦！多謝你收睇今集英國大學招生個人陳述大革新。如果仲未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嘅話，請你訂閱，最好就按埋下邊嘅鐘仔，等你第一時間可以接收到我哋有新片出嘅信息。更加希望大家幫忙留言同埋分享俾朋友，支持呢個頻道嘅持續增長。多謝你。